说到泡温泉，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十分享受的事情。如果在冬天能够泡上1-2个小时，整个身子都会得到温暖和放松。那么各位知道天然温泉为啥是热的呢？其实这是因为里面的水大多都是地下水，长期受火山和岩浆等热能作用的影响，水温得以升高。不过由于受到气候、纬度和海拔的影响，各地温泉的温度不尽相同。总体来说，水温在40摄氏度之间最为适宜，超出45摄氏度的话，那就有可能会被烫伤。泡温泉固然是一件放松身心的享受，但有一个地方的温泉可万万去不得。就这么说吧，谁敢去那儿泡，肯定是尸骨无存。而且自从1872年开始，这里的温泉就已经杀死了不下20个人。2022年7月31日，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一处温泉池中出现了人体残肢。可怕的是，那只断脚还穿着鞋子，悠悠地漂浮在温泉的水面上。最先发现残肢的工作人员以为是有人把鞋扔了进去，但没想到里面竟然还有一只人脚。而没有人知道脚的主人是谁，为何他会掉进温泉里，是自杀还是失足落水。据了解，残肢所在的位置是公园内最深的温泉池，名字叫做深渊池。那里水深16米，温度高达60摄氏度。不说人落入水中会怎么样，就算让你用手摸一下，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被烫伤。另一边，经过 DNA 对比，警方确定死者身份是一位叫做卢义勋的70岁亚裔男性。家人得知他的死讯后，表现得非常惊讶，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距离黄石国家公园大约有1个小时的车程。家人也不知道卢义勋是独自旅行还是有同伴一起。不过在现场，警方发现死者的汽车还留在停车场里面，车里还有2个本子，不过记载的是诗歌和笔记，排除了遗书的可能。事故发生之后，该温泉短暂的对外关闭了。公园管理人员再次警告游客，地热区的地面又薄又脆，行走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可事实上，大部分温泉杀人事件都是源自于人类的盲目自信。自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建立以来，绚烂壮丽的温泉就成为了最富有特色的景观之一，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游客。不过黄石国家公园里面的温泉虽美，却极为致命，因为它坐落在地质活跃的超级火山之上，即使泉水没有毒性，高温也足够让人烫伤甚至死亡。而当初建园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护这独特的地热景观。要想近距离观赏到美景，游客可以通过木板路前往热门的温泉场地，但行走时必须谨慎，因为多年来，即便公园内张贴的警告标志、安装护栏，事故仍然没有断过。据说每一年，每一位黄石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都会从温泉当中救出1-2名游客，其中大多数都是儿童。有的时候是从木板路上滑下去的，有的时候则是在地面较薄的区域徘徊，脚踩穿的地面坠入到地下的废水中的。要知道，在公园里的都不是什么一般的温泉，如果非要挑战大自然的威力，那恐怕只能得到一次死亡的反馈了。2016年，一对来自俄勒冈州的兄妹科林和塞布尔斯科特试图在黄石国家公园找一处可以游泳的地方，这当然是被禁止的。而兄妹俩一路上无视了多张贴在路边的警告，他们故意走出了木板路，义无反顾地穿越到了公园的禁区。然而，当他们兴奋地发现一处蓝色水域后，科林直接伸手检查水温，没想到一不小心滑了进去。岸上的塞布尔吓坏了，可由于该盆地手机没有信号，他只能跑去最近的博物馆拉响求救警报。只可惜，当几名工作人员赶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这是公园里面最热的区域，水温通常维持在93摄氏度，而当天的水温竟然破天荒的高达100摄氏度，泉水已经在沸腾。一群人清楚地看到科林的部分头部、上半身和手都在这口蓝色的火锅当中毫无生气地烹煮着。可悲的是，专业的救援人员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捞出科林的尸体，因为这是个非常不稳定的地热区，再加上当时天公不作美，马上就要有雷暴来临，所以救援工作推迟到了第2天。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第2天科林的尸体竟然完全消失了，救援人员只打捞到了他的人字拖和钱包，这就意味着科林的尸体可能在1夜之间就被完全溶解了，真是让人细思极恐。可一般的温泉就算到了沸腾的程度，真的能把人溶解掉吗？据了解，黄石国家公园内的温泉大多数都是碱性的，可这口叫做诺里斯间歇性盆地的泉水呈强酸性，这是由地表下释放化学物质的热液喷口造成的。不仅如此，微生物还会分解周围的岩石碎片，从而向水池当中添加硫酸等成分。因此，这种高度酸性的水在地表冒泡，给人造成致命烫伤的同时，就连人肉和骨头都能够迅速分解。
1981年7月20日，大卫和朋友罗纳德一同驾车前往黄石国家公园，随行的还有罗纳德养的一条狗。等到了中午，他们才到达目的地，停好车后便准备探索周围的温泉区，可意外发生的猝不及防，狗狗竟然从车里面跑了出去，直接纵身一跃跳进了温泉池里面。超过93摄氏度的水温瞬间让狗狗失声尖叫起来。大卫和罗纳德赶紧冲到温泉池边，试图营救狗狗。一时间，大卫爱狗心切，看样子是想下去救狗了。可一旁的游客大声呼喊着，劝他不要下去，太危险了。然而大卫显然没有听进去，他大声说着我没事，然后就一头扎进了温泉里面。只见大卫迅速地游到了狗狗身边，试图把它拖上来，但一瞬间他消失在了泉水当中。游客们害怕地尖叫了起来。等大卫再次冒头的时候，已经放开了狗狗。很显然他意识到自己低估了温泉水，想赶紧逃离温泉，但为时已晚，身体完全不受控制，只能浮在水面上。而此时的罗纳德跑上前帮他从水里拖了出来。附近的游客见状纷纷前来帮忙，他们把大卫转移到了空地上，等待救护车的到来。那可是几乎沸腾着的烫水，只走了几步的罗纳德都发现自己的脚底被烫伤，更何况是一头扎进水里的大卫。据目击者称，此时大卫的外表已经相当的恐怖了，他双目发白，视力模糊，身上的毛发也正在脱落，脸色差得吓人。更可怕的是，有一名游客想帮他脱掉鞋子，但没想到脚上的皮肤直接一整片的掉了下来。后来大卫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经诊断，他的全身没有一处是完好无损的，是较为严重的3度烧伤，而罗纳德的脚也面临着2度烧伤。令人痛心的是，经过1天1夜的痛苦挣扎，大卫还是没能坚持过去，不幸去世。而他一心想救的狗狗的尸体也早已溶解在温泉当中，无处可寻。人死了，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当大卫跳下去的那一刻，应该已经追悔莫及了。据目击者回忆，大卫被救上岸后，一直都在喃喃自语道：太蠢了，我现在到底有多糟糕？我干了件蠢事，怎么办？为了稳定住他的情绪，游客们只好先宽慰他，但没有人敢说出实情。2000年8月，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20岁的萨拉·赫尔福斯打算和2名朋友去游泳。这3人都是公园的员工，他们一路徒步来到了一处间歇泉盆地。由于没有携带手电筒，这3人误以为眼前的温泉只是一条小溪，毫不犹豫的都跳了进去。可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3米深的滚烫的泉水。那个时候大约是晚上10点，这3人鬼哭狼嚎的声音惊动了其他工作人员。很快，他们立刻被送往医院。在这3人当中，可怜的萨拉情况最为严重，他全身都潜入到温泉当中，导致了3度烧伤，在医院紧急救治了几个小时，还是死于烧伤的并发症。而另外2名同伴虽然幸免于难，但在医院里面治疗了好几个月才勉强恢复过来。看来不光是游客，就连员工也没有意识到地热区是黄石国家公园中最为危险的景观之一。整个公园内部有数以万计的温泉、泥盆和喷气孔，任何靠近地热区的人都可能会被烧伤，更不要说跳个乌漆抹黑的晚上活动，这不是作死还能是什么呢？据统计，自从黄石国家公园对外开放以来，已经有20多个人死于温泉，更不要说烧伤的人数。公园管理局的安全经理对此表示很无奈，每天总有游客会不听劝告，为了尝试新鲜，用手或者脚试探温泉的水温，他们以为的就是在家用手触碰一下开水的感觉，但没想到的是，意外可能就发生在一瞬间。而且许多游客被烫伤后都会觉得丢脸，不会向公园报告受伤事件，因此有关被烫伤的真实数据难以统计。只可惜不管怎么提醒，总会有人无视警告，勇闯禁区，从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当然也不只是黄石国家公园，任何一个景点都可能存在危险，特别是对于那些狂妄自大、无视警示规定的游客，最容易掉以轻心，酿下大祸。事实证明，永远不要小看每一条规则，因为在这背后绝对有着血淋淋的历史。如今春暖花开，又是旅游踏青的好时候，希望大家在享受美好春日的同时，都要引以为戒，安全出游。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